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常明老师，因为常明老师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商业分析师，而且他曾经是讲过商业分析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们尊称他为常明老师。那常明老师，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好，谢谢 Big Joe 老师。大家好，我叫常明。我呢，目前是滴滴的一位资深商业分析师。之前呢，在 Google 当商业分析师也当了将近5年的时间。然后我最开始的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呢是管理咨询，在纽约。再往前呢是我在北大读的数学的本科，所以呢我是一个从数学统计出身的背景。然后呢，从管理咨询转到了商业分析这个领域。明白。那顺便问一下，这个北大数院是不是有非常多天才性的选手？你是那种什么奥数金牌的那种选手吗？没有，我恰恰是奥数金牌的这个完全的对立面。我是那种学习一个学期到最后考的分还没人家读3秒钟这个书考的分高的人。所以你比较 practical， 对吧？对，你不是做理论的，所以后来就成为业界，成为这个商业分析的高手。也没有别的选择吧。谦虚。那今天呢，我请常明老师过来呢，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也向我询问说，那 business analyst 商业分析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那常明老师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非常有经验的这样一位选手。那今天呢，就由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商业分析师，以及一位资深商业分析师的分享。常明老师，能不能请你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 business analyst， 什么是 BA？ 好的。商业分析师呢，顾名思义吧，就是它包含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要有分析；第二部分呢，它要分析的是什么？是商业。所以呢，这个职位呢，其实本质来讲，如果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如何用数据去分析我们这个商业或者这个业务它运行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呢，就是在每一个公司，在不同的行业，它都会有很强的应用场景。比如在我处的这个科技行业。因为科技行业呢，它有很多的产品，它是跟这个大量的用户去进行交互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用户到底是喜欢不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呢它运行状况怎么样，或者说这个产品它运行怎么样，它有没有帮助到公司实现公司的商业目标，这些呢都需要去看数据，去从数据中呢分析出一些这个结论吧，然后去看到这个公司的商业本质。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精炼的一个概括。你可以大概举个例，比如你以前在 Google 的时候，你是做什么产品，然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做一个什么样的分析，作为一个分析师来说。好的。然后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当时在 Google 的时候呢，我工作的一个产品叫 Google Play。Google Play 呢就是如果你有安卓手机的话呢，是安卓手机的这应用商店。然后我们组呢当时的一个重大的目标是我们要把全世界的所有的这个 Play Store 的用户呢都让他们有一个支付方式。因为呢如果你没有支付方式，你就没法在网上去购物嘛。没错。所以这是当时我们组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产品去帮助公司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去每个国家谈不同的这个 payment provider， 比如说PayPal 信用卡，然后比如说一些其他支付方式。当时呢我们就遇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当时在日本 launch 了一个 PayPal。我们去做实验，去看看这个 PayPal 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日本市场带来这个价值。但我发现呢，这个 PayPal 呢，它上线之后对我们用户，对日本用户的收入或者说花费，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那这个是为什么？就这个产品经理就很困惑。产品经理开始挠头了。一般来讲呢，你上线了一个多给用户一个选择，它应该不会至少有一些负面影响嘛，对吧？多一选择总是好事儿。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呢，这时候就是我们商业分析师，我们要去分析看数据这个问题了。对，到底看是哪出了问题。然后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用户呢，他们在看到 PayPal 这个选项的时候呢，很多人点进去之后呢，他们又很快的就退出了。所以第一个现象就是这些人呢，他对 PayPal 这个支付方式，他可能存在一些不了解，对吧？他可能并不知道 PayPal 是干嘛用的，他可能没有听说过。那第二个可能呢是他们可能有 PayPal 的账户，但是 PayPal 的这个就是关联账户的这个产品体验非常差。比如说很多人他忘记了密码，有些人呢他想去这个找回密码，但是他并没有提供这么一个这个 flow。所以呢，我们通过数据可以去形成很多这种假设，其实也是辅助产品经理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解决方案呢，就是我们拿到这些数据，我们去找 PayPal
作为我们的客户嘛，我们要让他解释说为什么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出了点问题，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的用户有了这些差的用户体验，是不是你在日本市场口碑不是很好，然后呢，的确他们最后相当于证实了我们的假设。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怎么去通过数据发现出一些这个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呢去证实或者说去证伪我们对产品的一些假设，然后把这些呢最后用数据铁一般的事实告诉这个业务方说，这个东西对我们用户百害无一利，这个东西是需要停掉的。所以最后的结果也是我们把 PayPal 在日本就直接砍掉了。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导致了一个产品决策。对，因为大部分呢在我们这个行业，大部分人都是喜欢去浪试新的东西，很少有人听说，对，很少有人听说我要去砍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商业分析师通过数据去增加了一些价值。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商业分析做很多事情，是从一些现象中去提炼出来的本质，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可以先去获得一些这种假设，然后再去怎么着去找数字，是的，然后获得一个有个本质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是的，然后再可以提出自己建议吗？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毕总刚才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其实就有点谈到了，就是我们分析师跟产品经理平时的一个如何工作交互，对，就是如何合作的。对的，就像那个毕总说的，我们要做产品的时候呢，大多数时候要形成一些假设，去说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去做，这样能给公司和用户提供价值。然后形成这假设呢，可能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像 Big Joe 这么优秀产品经理，这个走这种就是天马行空派，或者从一些 product intuition 或者是一些market research 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形成假设。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是从数据的角度，光看数据挖掘出一些假设。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产品经理跟商业分析师我们会形成这么一个碰撞，就是他有一些假设，我有一些假设，这样的话就看我们最后产品经理是选择用这个就是一些这个 product intuition 还是一些这个就数据基于的假设去做决策。所以这时候呢会有很多有趣的这个合作。好的产品经理应该还是非常尊重数据的，数据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 product intuition 是更加重要的，也很重要。比如像乔布斯，他当时也没有数据，对吧？但他怎么知道 iPhone 是一个好的产品呢？对，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稍微发挥一下，就是比如说 BA Business Analyst 在公司里面一般跟哪些 function 合作，然后一般是什么样的一种合作形态呢？好的，对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比较典型的项目说起吧。比如说，就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 Google Play PayPal， 就是我们如何从数据去做出一产品决策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如果你想从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到最后，它可能会经历就是从这个 BA 的角度会经历很多的步骤。第一步可能是产品经理先跟我们提了这么一个需求，或者他发现了这么现象，就是我们做的实验发现这个 PayPal 的这个表现不好，这个是为什么？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数据的 owner 的角度，我们自己先去看这个数据，然后在看数据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stakeholder， 比如说我们需要去跟这个，比如说叫 data engineer， 就跟一些负责做数据的工程师去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在写数据的时候呢，会写出了一些问题？首先你要排除一些这种就是人为的这种错误嘛，然后第二呢，你要去问一下。可能产品经理或者是一些做 feature 的 engineer，就是你们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做的？你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逻辑，你们的 flow 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会出现错误的地方？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对，没错。就第一步要确定你这个问题的就是 scope 吧。对，没错。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多吗？就是说你发现一个问题，以为这样，发现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这样，就是非常多呀。就是因为经常有些时候呢，尤其像 Google 嘛，很多产品它是一个。其实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它会有很多 dependency， 比如说你修这个 bug，虽然你看起来很简单，但它会有很多的 code 都在其他的部分，所以呢，有时候 engineer 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自己写没写 bug，所以这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从数据反过来告诉他们，这个东西呢，这个实验它的结果不 make sense， 对，一定是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你在做分析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叫 verify， 没错，就是你不能直接去做分析，对，否则很危险。因为就是有很多危险。第一个危险呢是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发现你发现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头上就是错的，是错的。对，然后第二个呢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搞清楚情况，你分析的这个方向可能也是错误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回到
本来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也会需要跟 engineer、跟 PM，包括一些其他的 cross function team，比如说这个 operation，跟他们去了解这个产品它在 launch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下一部分呢，就是可能更多是自己的工作，对吧？去分析，然后呢去找一些 root cause，然后去做 PPT，最后去 present。然后如果一个好的 analyst 呢，你会再去更多的去 own 一些之后的步骤。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对吧？我们最后拿出这个就是内部协调完这个结果之后呢，我们会去跟 PayPal 去跟他们开会，去把他们痛骂一顿，说你怎么搞得这么屎？是不是你的这个用户的密码的这个忘记的比例非常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在会上，你能够拿出铁般的事实去说服别人，那这个其实也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一定程度上，这种领导的一个沟通力，包括做 presentation 也很重要。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如果你是一个好的 analyst 的话，你会从这个问题的一开始到最后，都始终贯穿用你的对数据的了解，用你对数据的这个就是翻译，把数据从一个很技术的这个东西翻译成一个很容易懂的事情，这么一个能力，把这个能力贯穿，这个是你能起到价值的地方。好，关于这个 business analyst 呢，关于这个事情啊，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名词，比如说我们说 BA 对吧，也有 marketing analyst MA， 也有 product analyst PA， 还有 data scientist DS， 然后还有你刚刚讲的什么 data engineer， 对吧？你能跟我们讲讲看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吗？这些？是的，就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坦白来讲呢，我也不能给出一个100%正确答案。首先这几个 title， 它的我个人理解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核心的工作范畴应该就跟我刚才讲的一个例子差不多，就都是去看数据，然后呢通过数据去挖掘一些这关于产品也好，关于商业也好的本质。唯一的区别呢，可能是你基于你的服务对象的不同吧。比如说 business analyst，它可能更多服务的是，如果你这个公司呢，你的主要目标是赚钱，对吧 ？business 嘛，商业本质是赚钱，所以你的 title 就叫 business analyst。如果你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产品经理，就是一个产品，那你可能是 product analyst。那你的服务对象如果是 marketing， 对吧？他比如要发 email， 他要做 campaign，我要看看他的什么 effectiveness 啊这种的，那你可能就叫 MA。然后那 DS 可能是稍微可能不太一样的，因为 DS 呢。就是 by definition 吧，它会 involve 一些其实更加 technical 的东西，比如说统计建模呀、machine learning 这种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公司它可能把同一类的工作叫做不同的名字，还有可能把很多不一样的工作全叫同一个名字。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你要去对不同公司去做 research， 一定要熟读它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然后跟公司的这个人去聊，就是你要充分了解这个职位在这个公司，在公司这个 team 里面它到底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说我们假设先不谈不同公司的不同定义哈，在一个比较标准定义下，BA 和 DS 这个分界线分水岭到底在哪儿呢？是说用不用统计学习，这算是一个分水岭吗？还是什么？是的，我觉得，就是回答你的问题，这个东西它的分水岭，我感觉其实没有那么大，就它并不像，比如说，比如 BA 跟 engineer， 他们的就是两个可能完全不同的物种，但是如果你说 BA 跟 DS 区别呢，其实大部分来讲，尤其是在一个 product team，它的界限是没有那么大的，有时候会有很多 overlap work，这个其实也是在工作中经常会出现到的，这个其实也是在 Google 的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比如说之前在 Google Play， 我们的确有，就是像我其实属于叫 product analyst ladder，然后呢，我们还有这种叫 quantitative analyst， 就是相当于 Google 的 data scientist，就他们本质上是要去做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的，但是由于我们产品的可能成熟度，绝对没有需要用到 machine learning 这种科技的时候，这两个团队就有很多 overlap，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 challenge。那对方也比较惨一点，就是自己可能读了那么多年的 PhD， 结果后来没有用到自己学的那个统计学知识。是的，就是这也是大公司的一个通病嘛。对。明白。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明白了什么是 BA 以及 BA 和不同的这个名词之间的关系。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BA 呢？是这样的，我有两个观点吧。就第一观点呢是比较客观的，第二观点是比较主观的，就是还是那句话，纯粹是我个人的这个 opinion。就第一个当然是你找任何一份工作，你的专业背景需要跟这个工作需要的技能吻合。怎样的专业呢？对，比如说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是学数学、学统计，相当于是一个理科的背景。理科背景呢，你天生会有一些优势嘛，比如说我们要做很多这种对数据的解读，对数据解读你需要对统计学的知识有了解，所以这个就是像比如说这个背景就是一个很好的背景。然后包括你之前的学校之后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比如说咨询是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其实咨询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对外的客户的服务。然后呢，我们产品分析师呢，或者商业分析师呢，我们是对内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反正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技术的背景，然后呢，你需要有一些这种在你的工作当中呢，有一些这种沟通啊，或者说是这种服务客户的这个经历，这些都会有帮助的。我想问你呢，就是你包括你自己和包括你周围的那些商业分析师，你如果看看他们的背景的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比如什么样的专业啊，什么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都是硕士、博士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对，从学历上来讲，这个其实也分，因为把所有的人的背景呢，按他们的这个人种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种是像咱们这样，比如说中国人或者印度人，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美国的白人。那就白人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学历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要求，因为他们的长项是 communication，他们长项可能是这种 cross functional 的这种沟通能力。那对于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我个人的观察是呢，对他们是更多走 technical 路线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背景呢会更加偏技术一点。我认识大多数人都是就是至少是在美国的 master，然后呢，在 master 里是学了一个相关的，比如说统计啊，或者是这种 business analytics 的专业。但是如果你们找到他本科的这个背景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 technical，我认识不少都是学，比如说 finance，学 economics，其实这些呢，你不能算文，也不能算理，像这种背景呢，它其实也会帮助你去分析问题，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你这个。如何能够把你之前的这个经历和背景，就是讲出一个故事？明白。那就是从这个适合角度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事呢？有两个主要的这个条件吧。第一个呢，你需要对业务或者产品有比较大的兴趣。因为我观察到很多的这种就是刚入门的这个同学呢，他们的一个问题是呢，他们非常沉溺于技术啊，比如说，哎呀，我这个。我对 machine learning 很感兴趣，或者我对这个一些，比如 Python 啊的一些这种就是奇技淫巧比较感兴趣。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其实并不是，首先这个并不是你的 long term career 的。这个其实我很赞同啊，就是说，我觉得 business analyst 是一个相对就是跟技术团队比起来，它其实是比较偏商业的一个职位，它不是一个偏技术的职位。没错，虽然它有一些技术能力，它其实是比较更偏向是解决商业问题。没错，就是对换句话说，你不能用自己的短处去博人的长处，这个并不是你就是优势所在嘛。你的优势是你如何能够就是迅速的得到一个问题，然后并用一些随便什么样的工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跟我的这个就是我团队的同学也说呢，就是你也不要去管你用什么 Python 还是 R，我也不管。但是我觉得90%的情况下，你都用一个 Excel，你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你能用 Excel 解决问题，你为什么要用那些高深的技术呢？这是第一个。然后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个人的性格，就包括你对你的职场啊，或者你的职业的期望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呢，就是商业分析师这个工作，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助攻，就好像说，并不是engineer 我去写 code，我的这个 performance 是完全从我 code 的质量或者我的这种难度，对难度证明的。我也不是产品经理，产品经理呢，他的这个考核可能是跟你比如说你 launch 项目的这个 impact 是决定的。包括如果你说比如 marketing，那他们的指标可能是我能reach到多少 customer， 我能 acquire 多少 customer。我们商业分析师呢，或者分析师，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么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这个考核指标。所以呢，你需要首先去接受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助攻，对吧？你没有特别多直接的 ownership，你的目标呢是要服务好你的这个业务伙伴，但是助攻它也有很多的价值。那当然，就像你打游戏一样，对吧？就是这个有很多魔法辅助啊，对吧？这些其实是如果没有你去在后面加血，你的 boss 就直接被人砍死了。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呢要提前想清楚，但这个就并不是每个人他都会喜欢的。其实本质上来说，大家都是服务客户的，
只不过 BA 更多服务的可能是内部客户，是 internal 客户，对的。但 PM 也得服务客户，客户可能是外部的客户，谁给我们钱我们服务谁，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大家都是有客户这个金主爸爸或者是客户爸爸要去服务的。是的，是的，对。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了长明老师的个人经历，然后讲了商业分析师 BA 它到底是什么，它跟其他的这种角色有什么关系，以及它跟其他团队是怎么合作等等一些相对比较基础的问题。那我们下期节目呢会继续采访长明老师，那他呢会讲更多的关于进阶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BA， 如何这个走 BA 商业分析师的一个职业道路，以及呢这个 BA 这样的一个经历在外国公司谷歌以及中国公司滴滴这样的一些体会吧。那我们下期会有更多进阶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千万不要错过。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记得给我们转评赞，记得打开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了。这是在 YouTube 上，在哔哩哔哩上，请跟我们3连，非常感谢。还有最近我们刚刚发布了我们的读者群，那请你加我的小助手贤二，我会把2维码放在屏幕上，扫它，然后让它加你进我们的读者群。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继续采访长明老师，拜拜，再见。